各位长辈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在经历，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。老年人腿脚越来越没力。医生提醒做好这3件事，走路带风，上下楼不费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长辈过了60岁以后，走路越来越慢了？以前一口气上3楼都不喘的，现在走个10几步就要找地方坐下来歇一歇，蹲下去绑个鞋带，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软，整个人差点往前扑。有时候从沙发上起身，2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都使不上劲。甚至有的长辈走着走着突然腿一软，差点摔倒，把自己和家人都吓出一身冷汗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年纪大了嘛，腿脚不灵光是正常的，老了就是这样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腿没力不一定是老化，很多时候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告诉你我缺营养了。你想想看，一台车跑了几十年，引擎没油了，零件生锈了，当然跑不动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腿部肌肉、骨骼、神经每天都在运作，如果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支持，它们就会慢慢退化，表现出来就是腿软、没力、走不动。更可怕的是，腿没力这个问题如果不重视，后果真的很严重。第一，容易跌倒。老年人最怕什么？最怕摔。一旦摔倒，骨折、卧床感染，一连串的问题就跟着来了。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一次跌倒的，整个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第二，活动没力就不想动，肌肉就萎缩得更快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第三，影响心情，走不动，出不了门，见不到老朋友，整个人闷在家里，情绪低落，甚至出现忧郁的倾向。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，60岁以后腿越来越没力，到底跟哪些原因有关？我们又该怎么通过补充营养和日常保养，把腿脚的力气给找回来？腿没力，走不动，上下楼，膝盖发软，多和以下3点原因有关。第一点，肌肉流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少症，你知道吗？人从40岁开始，肌肉量就会悄悄减少，到了60岁以后，流失的速度更快，每年大概会流失1%到2%的肌肉。听起来好像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算一算，从40岁到60岁，20年的时间，可能已经流失了20%到30%的肌肉了。肌肉就像是我们身体的引擎，你想想看，一辆车如果引擎变小了，马力不够了，当然跑不快，跑不远了。我们的腿部肌肉就是这个引擎，它负责支撑我们的体重，推动我们往前走，维持我们的平衡。当肌肉量不够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腿发软，站不稳，走2步就累。更严重的是，肌肉不只是用来走路的，它还参与血糖的调节，保护我们的关节，维持新陈代谢。肌肉少了，血糖容易失控，关节少了，保护层容易磨损，整个人代谢变慢，脂肪更容易堆积。所以肌少症不仅仅是腿没力这么简单，它影响的是全身的健康。那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蛋白质吃的不够。很多长辈饮食习惯比较清淡，觉得吃素一点健康，早餐可能就1碗稀饭配酱菜，中午1碗阳春面，晚上炒个青菜配白饭，这样吃，蛋白质的摄入量远远不够。第二个，消化吸收能力下降，年纪大了，胃酸分泌减少，肠道功能变弱，就算吃进去了，身体也不一定能充分吸收。第三个，活动量减少，用尽废退嘛，越不动，肌肉流失的越快。第二点，骨骼退化，骨密度下降，也就是骨质疏松。如果说肌肉是引擎，那骨骼就是车子的底盘和支架，底盘不稳，支架生锈了，
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好？我们的骨头看起来硬邦邦的，好像不会变，其实不是的。骨头是活的组织，每天都在进行新陈代谢，旧的骨质被吸收掉，新的骨质再长出来。年轻的时候，新骨生成的速度大于旧骨吸收的速度，所以骨头越来越强壮。但是到了60岁以后，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，骨质流失的速度开始超过新骨生成的速度，骨头就慢慢变得疏松脆弱。骨质疏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。很多长辈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骨质疏松了，直到有一天轻轻摔了一跤，或者弯腰搬个东西，骨头就断了，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。骨质流失对腿部的影响特别大，大腿骨，也就是股骨，是我们身体最长、承受力量最大的骨头。当股骨的骨密度下降，它就会变得脆弱，支撑力不够，你就会觉得腿发软，使不上力。膝盖关节附近的骨质流失还会导致关节变形、疼痛，让你走路的时候更加吃力。那为什么60岁以后骨质流失会加速呢？第一，钙质吸收能力下降，年纪大了，肠道对钙的吸收率会明显降低。就算你喝了很多牛奶，身体也不一定能充分利用。第二，维生素 D 不足。维生素 D 是帮助钙质吸收的关键，没有它，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。而老年人户外活动减少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也在下降，所以特别容易缺乏。第三，荷尔蒙变化，尤其是女性停经以后，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，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快好几倍。第三点，神经传导功能减退，大脑和肌肉之间的通讯出了问题。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但它其实非常关键。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大脑发出指令的，通过神经传递到肌肉，肌肉收到信号以后才会收缩发力。这个过程就像打电话一样，大脑打电话给肌肉说，嘿，给我用力。肌肉接到电话就开始干活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个电话线路会慢慢老化，神经传导的速度变慢了，信号变得不那么清晰了，甚至有时候信号传着传着就断了。大脑明明已经发出指令，说快用力站稳，但是信号传到腿部肌肉的时候，已经慢了好几拍，或者信号太弱，肌肉收不到你的腿，就来不及反应，所以才会出现腿软、站不稳、走路绊到东西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，叫做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。它不仅仅影响腿部的力量，还会影响你的平衡感和协调性。你会发现，很多长辈走路的时候脚抬不高，容易踢到门槛或者地毯边缘，这就是因为神经传导变慢，大脑来不及告诉脚抬高一点的。那神经传导功能为什么会减退呢？第一，缺乏 B 族维生素。B 族维生素，尤其是 B1、B6 和 B12， 是维持神经健康的重要营养素，它们负责保护神经纤维外面的那层绝缘皮，叫做髓鞘。如果髓鞘受损，神经信号就会漏电，传导速度就会变慢。第二，长期血糖偏高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，长期偏高的血糖会损害周围的神经，导致所谓的周边神经病变，表现为手脚麻木、刺痛、感觉迟钝。第三，血液循环不好，神经也需要血液来供应氧气和养分。如果血管硬化、血流不畅，神经就会吃不饱，功能自然会下降。好，讲完了原因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。腿没力不是简单的老了就是这样，背后有肌肉、骨骼、神经3方面的原因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多补充这3种营养，走路有劲，上下楼轻松，整个人精神都来了。第一种关键营养，优质蛋白质。
蛋白质是肌肉的砖块，你要盖房子，没有砖头怎么盖？你要长肌肉、修复肌肉，没有蛋白质怎么行？很多长辈一听到蛋白质，就想到大鱼大肉，觉得吃太多肉不健康。其实不是让你猛吃肉，而是要吃得够，吃得对。那老年人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呢？一般建议每公斤体重需要 1.0 到 1.2 克的蛋白质。比如你体重60公斤，每天就需要60到72克的蛋白质。这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分配到3餐，每餐大概20到25克是可以做到的。具体怎么吃呢？我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。早餐不要只喝稀饭配酱菜了，加一颗水煮蛋，大概有6到7克蛋白质，再加一杯豆浆或者牛奶，又有7到8克。这样早餐就有将近15克的蛋白质了。如果吃得下，再来一小把坚果，或者一片全麦吐司抹花生酱就更好了。午餐和晚餐每一餐都要有一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来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伸出自己的手掌，不算手指，那个面积和厚度大概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。可以是一块鱼肉、一块鸡胸肉、一块豆腐或者几颗鸡蛋。我特别推荐几个蛋白质来源。第一个是鸡蛋，蛋白质品质最好，吸收率最高，而且便宜方便，怎么做都好吃。第二个是鱼类，尤其是深海鱼，像三文鱼、鲶鱼、秋刀鱼，不仅蛋白质丰富，还含有 Omega-3 脂肪酸，对关节和心血管都有好处。第三个是豆制品，豆腐、豆干、豆皮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，而且不含胆固醇，对长辈来说非常合适。第四个是瘦肉，鸡肉、猪肉的里脊部分，脂肪含量低，蛋白质含量高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蛋白质要分散在3餐吃，不要集中在一餐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一次能利用的蛋白质是有限的，大概20到30克左右。如果你早餐完全不吃蛋白质，中午和晚上猛吃，身体也用不了那么多，反而会变成脂肪储存起来。所以每一餐都要有蛋白质，这样才能持续给肌肉提供砖块。如果长辈胃口真的不好，吃不下那么多固体食物，可以考虑补充蛋白粉或者高蛋白营养品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高蛋白奶粉或者营养补充品，冲泡方便，口感也不错，可以作为正餐之外的补充。但是记住，这些是补充，不能替代正餐，能吃饭还是要尽量吃饭。第二种关键营养，钙质加维生素 D。 前面讲了，蛋白质是给肌肉的，那钙质和维生素 D 就是给骨骼的。钙是骨头的主要成分，就像水泥是墙壁的主要成分一样，没有足够的水泥，墙壁就会松散；没有足够的钙，骨头就会变得疏松脆弱。但是光补钙还不够，你还需要维生素 D。 为什么？因为维生素 D 就像是钙的搬运工，你吃进去的钙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忙，才能从肠道被吸收进血液，然后再被运送到骨头里面去。如果没有维生素 D， 你吃再多的钙，大部分都会随着粪便排出去，根本到不了骨头。那每天需要多少钙和维生素 D 呢？60岁以上的长辈每天建议摄入1000到200毫克的钙，维生素 D 则是每天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。先说钙的食物来源，第一名当然是奶类，牛奶、酸奶、奶酪，这些都是补钙的高手。一杯240毫升的牛奶大概有300毫克的钙，如果你一天喝2杯牛奶，就已经有600毫克了，再加上其他食物中的钙，很容易就能达到目标。但是很多长辈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，喝牛奶会拉肚子，怎么办呢？可以选择酸奶。酸奶经过发酵，
乳糖已经被分解了大部分了，比较不容易引起不适，或者选择低乳糖的牛奶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产品，要不然就是多吃其他高钙食物。除了奶类的，还有哪些食物钙含量高呢？传统豆腐就是那种用石膏点的豆腐，钙含量非常丰富，一块大概有200到300毫克的钙。注意哦，是传统豆腐，不是日式嫩豆腐。嫩豆腐的钙含量比较低，小鱼干、虾皮也是很好的钙质来源，可以撒在饭上或者汤里一起吃。深绿色蔬菜像芥蓝、苋菜、小白菜也含有不少的钙，芝麻、杏仁这些坚果种子类钙含量也不错。再来说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最好的来源就是晒太阳。我们的皮肤在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下，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 D 的建议。每天在早上10点之前或者下午3点之后，露出手臂和小腿，晒15到20分钟的太阳，不需要暴晒，温和的阳光就可以了。但是很多长辈因为怕晒黑、怕热或者行动不便，很少出门晒太阳，再加上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本来就在下降的，所以光靠晒太阳往往不够，这时候就需要从食物中补充了。哪些食物含有维生素 D 呢？深海鱼是最好的来源的，三文鱼、央鱼、沙丁鱼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， 一颗蛋黄大概有4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。 另外，很多牛奶和谷物食品都有添加维生素 D， 购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包装上的营养标签。如果饮食和晒太阳都不够，可以考虑补充维生素 D 的营养补充品，建议选择维生素底酯的形式，它的吸收利用率比镝更好的。每天补充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是安全且有效的剂量。不过如果你有在吃其他药物，最好先问一下医生，确认没有交互作用。这里有一个小提醒，补钙的时候不要一次吃太多，因为肠道一次能吸收的钙是有限的，大概500毫克左右。如果你买的钙片一颗就是1000毫克，建议掰成2半，早晚各吃1次，吸收效果会更好。另外，钙和铁会互相竞争吸收，所以如果你有在吃铁剂，记得跟钙片错开时间服用。第3种关键营养 B 族维生素，尤其是 B1、B6 和 B12。 前面讲了， B 族维生素是神经系统的保养油，没有它，神经传导就会出问题，大脑和肌肉之间的通讯就会不顺畅的，你的腿就会反应迟钝，使不上力。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，包含 B2、B3、B5、B6、B7、B9 和 B12， 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能，但对神经传导最重要的是 B1、B6 和 B12 这3个。 B1 也叫硫胺素，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神经细胞产生能量，神经传导是需要消耗能量的，如果 B1 不够，神经细胞就会没电，传导速度就会变慢的。B1 缺乏的早期症状就是腿部无力、沉重感，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脚气病，表现为下肢水肿、麻木、行走困难。B6 也叫 B 多醇，它参与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。什么是神经传导物质呢？就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号用的信使。如果 B6 不够，信使就不够，信号就传不出去。 B6 还参与髓鞘的维护，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层保护神经纤维的绝缘皮。 B12 也叫谷氨素，这个对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 B12 的吸收需要胃酸和一种叫做内在因子的蛋白质来帮助。年纪大了以后，胃酸分泌减少的，内在因子的产生也可能下降，所以很多老年人即使饮食中 B12 吃得够，身体也吸收不了。 B12 缺乏会导致神经损伤，表现为手脚麻木、刺痛、走路不稳、记忆力下降。
那这些 B 族维生素从哪里获取呢？ B1 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全谷类和猪肉，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，这些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谷物保留了丰富的 B1。如果你习惯吃白米饭，建议至少把一半换成糙米或者杂粮米。猪肉是 B1 含量最高的肉类，尤其是猪里脊，适量吃一些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豆类坚果也含有 B 压。B6 的食物来源比较广泛，鸡肉、鱼肉、马铃薯、香蕉、鹰嘴豆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一颗香蕉大概有4毫克的 B6， 一份鸡胸肉大概有 0.5 到 0.6 毫克。成年人每天需要 1.5 到 1.7 毫克的 B6。正常饮食的话，一般不太会缺乏，但如果饮食过于单调，还是有不足的风险。B12 就比较特殊了。它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，肉类、鱼类、蛋类、奶类，这些是 B12 的主要来源。如果你是长期吃素的人，特别是纯素食者，就非常需要注意 B12 的补充，因为植物性食物基本不含 B12。建议素食的长辈定期检测血液中的 B12 浓度，如果有不足，就需要通过补充品来摄取的。对于非素食的长辈，每天吃1颗鸡蛋、1杯牛奶、1份肉或鱼，基本就能满足 B12 的需求。但是，如果你有萎缩性胃炎，长期服用制酸剂或者2甲双胍，一种糖尿病药物， B12 的吸收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建议跟医生讨论是否需要额外补充。这里有一个小建议，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，身体不会大量储存，多余的会随尿液排出，所以最好每天都吃，不要今天吃很多，明天完全不吃。另外，如果你选择吃 B 族维生素的补充品，建议选择复合 B 群，因为 B 族维生素之间有协同作用，一起补充效果比单独补充某一种更好。除了补充这3种关键营养，日常还要注意以下4点，才能全方位保护你的腿脚健康。第一点，坚持适量的肌力训练和有氧运动。很多人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做什么运动啊？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不运动才是最大的风险。运动对腿部健康有多重要呢？第一，运动可以直接刺激肌肉生长的，你给肌肉一个负荷，它就会适应这个负荷，变得更强壮，这叫做超量恢复。第二，运动可以促进骨骼的骨质生成，骨头是会根据受力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密度的，你给它压力，它就会变得更密实。这就是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中骨质流失特别快，因为太空中没有重力，骨头不受力，就会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强壮了，于是就开始流失。第三，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让神经得到更好的营养供应。第四，运动可以提高平衡感和协调性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那老年人适合做什么运动呢？我推荐以下几种。首先是走路，走路是最简单、最安全的有氧运动，建议每天走30分钟，可以分成2到3次来走的。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姿势，抬头挺胸，收紧腹部手臂，自然摆动，速度不用太快，能够一边走路一边说话，但没有办法唱歌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。其次是坐姿抬腿，这个动作非常适合腿部力量比较弱的长辈，因为它不需要站立，跌倒的风险很低。怎么做呢？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背挺直，双手扶着椅子的边缘，慢慢把一条腿伸直抬起，抬到跟地面平行停留3到5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每条腿做10到15次，做2到3组。这个动作可以有效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，这块肌肉对膝盖的稳定和走路的力量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个是扶椅深蹲，站在椅子后面，双手扶着椅背，双脚打开，
跟肩膀同宽，脚尖微微朝外，慢慢弯曲膝盖，臀部往后坐，就像你要坐到椅子上一样。蹲到大腿跟地面大概45度角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蹲太低。然后慢慢站起来，做8到12次，做2到3组。这个动作可以同时锻炼大腿、臀部和小腿的肌肉，是非常好的下肢综合训练。第4个是单脚站立，站在墙壁或者椅子旁边，一手扶着墙壁或椅背，抬起一只脚，另一只脚站稳，尽量保持平衡。一开始可以扶着慢慢尝试放开手，看自己能站多久。目标是每只脚能独立站立30秒以上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平衡感，对预防跌倒非常有帮助。运动的时候有几个安全原则一定要遵守。第一，运动前要热身，运动后要拉伸。热身可以是原地踏步3到5分钟，让身体热起来。拉伸可以帮助肌肉放松，减少酸痛。第二，循序渐进，不要一下子做太多。如果你之前没有运动习惯，从每天10分钟开始，慢慢增加到30分钟。第三，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胸闷、头晕、关节剧痛，要立刻停下来休息，必要的话要就医。第四，有严重心血管疾病、关节退化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长辈，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先咨询医生的意见。第二点，控制体重，减轻膝盖和腿部的负担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膝盖在走路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体重的3到4倍，上下楼梯的时候是5到7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体重70公斤，上楼梯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可以高达350到490公斤。如果你的体重超标了，比如到了85公斤，那上楼梯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就是425到595公斤。你想想看，这对膝盖是多大的负担。很多长辈腿没力，膝盖痛，其实不是腿的问题，是体重的问题。体重越重，腿部肌肉需要出的力就越大，膝盖关节承受的磨损就越严重，走路就越吃力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体重重，腿吃力不想动，体重更重，腿更吃力。所以如果你的体重超标了，减重是改善腿部力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不需要减很多，只要减掉体重的5到10%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腿变轻松了。比如你80公斤，减掉4到8公斤，走路的时候膝盖少承受20到56公斤的压力，差别是非常大的。那怎么健康减重呢？对老年人来说，不建议采用极端的节食方法，因为那样会导致肌肉流失，反而让腿更没力。正确的做法是减少热量，增加蛋白质，配合运动。减少热量不是叫你不吃饭，而是减少那些空热量的食物。什么是空热量呢？就是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很低的食物，比如含糖饮料、糕点、饼干、油炸食品，这些东西少吃一点，热量自然就降下来了，而且不会影响你的营养摄入，增加蛋白质。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里再强调一下，减重的时候蛋白质更加重要，因为减重的时候身体会同时消耗脂肪和肌肉，如果蛋白质吃不够，流失的主要是肌肉，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配合运动也很关键，有氧运动帮助消耗热量，肌力训练帮助维持甚至增加肌肉量，两者结合减掉的主要是脂肪，保住的是肌肉，这样腿的力量才不会因为减重而下降。第3点，定期检查，及早发现和处理潜在问题。很多导致腿没力的原因是可以通过检查提前发现的，但是很多长辈不喜欢去医院，觉得没事去什么医院，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去，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。我建议60岁以上的长辈
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，特别要关注以下几个项目。第一个是骨密度检查，这个检查可以告诉你有没有骨质疏松，骨质流失到了什么程度。如果你已经确诊骨质疏松，医生会根据情况给你开药，帮助减缓骨质流失，促进骨质生成。光靠补钙是不够的，中重度的骨质疏松需要药物介入。第二个是血糖检查，包括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。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都可能导致周边神经病变，影响腿部的感觉和力量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一定要好好控制血糖，把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医生建议的范围内。第三个是维生素 D 和 B12 的血液浓度检查，这两项在很多常规体检中不包含，但对于腿没力的长辈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检查发现不足，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补充。第四个是甲状腺功能检查，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肌肉无力、疲劳、代谢变慢，这也是腿没力的一个常见但容易被忽略的原因。第五个是下肢血管超声波检查，如果你有吸烟史、糖尿病、高血压或者高血脂，下肢动脉硬化堵塞的风险比较高。动脉堵塞会导致腿部供血不足，表现为走路走一段就腿痛腿酸，需要停下来休息才能继续走，这在医学上叫做间歇性跛行。如果检查发现有动脉堵塞，就需要及时治疗，改善血流。定期检查的目的不是让你紧张，而是让你安心。检查没问题，你就放心了。检查发现问题，越早处理效果越好，千万不要讳疾忌医，小问题拖成大问题，那才真的麻烦。第四点，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社交活动。这一点很多人可能觉得跟腿没力没什么关系，但其实关系很大，你知道吗？研究发现，长期情绪低落、孤独、缺乏社交活动的老年人，身体功能退化的速度比心态积极、社交活跃的老年人快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情绪和身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。当你心情好的时候，你会更愿意出门走走，见见朋友，参加活动，你的身体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锻炼。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想做，整天窝在家里，肌肉不用就萎缩，关节不动就僵硬，腿就更没力了。另外，长期的压力和忧郁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升高。皮质醇是一种压力荷尔蒙，它会促进肌肉分解，抑制骨质生成，干扰免疫系统。简单说，它会加速你的身体老化。所以保持好心态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处方。具体怎么做呢？第一，维持社交活动，定期跟老朋友聚一聚，喝个茶，聊聊天，参加社区的活动，像合唱团、书法班、太极班，既可以交朋友，又可以活动身体。第二，培养一个兴趣爱好，种花、画画、下棋、做饭，什么都好。重点是让你有事情做，有成就感。第三，学会释放压力，可以通过深呼吸、冥想、听音乐来放松自己。如果长期情绪低落、失眠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不要硬撑，要寻求专业的帮助，可能是忧郁症的信号。第四，跟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，把你的感受和需求告诉家人，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。家人的陪伴和支持是最好的良药。好，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我来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60岁以后，腿越来越没力，不是因为老了就一定会这样的。很多时候是因为身体缺少了3种关键营养。第一种是优质蛋白质，它是肌肉的砖块，帮助你维持和增长肌肉力量。第二种是钙质加维生素 D， 它们是骨骼的水泥和搬运工，帮助你保持骨骼强健。第三种是 B 族维生素，尤其是 B1、B6 和 B12，
它们是神经的保养油，帮助你保持神经传导顺畅。除了补充营养，还要做到4点：坚持适量运动，控制体重，定期检查，保持好心态。营养加运动加保养，3管齐下，你的腿脚就会越来越有劲，走路带风，上下楼不费劲。最后，我想跟每一位长辈说，年纪大了不代表就要认命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，只要你愿意给它足够的营养，适当的锻炼，用心的呵护，它就会回报你。60、70岁照样可以到处走走看看，80、90岁照样可以自己出门买菜。健康不是等来的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吃饭，好好运动，好好生活，把腿脚的力气找回来，把生活的品质找回来，把属于你的快乐晚年找回来。祝福每一位长辈都能走得稳，走得远，走得开心。我们下次再见。